哟，大家好，我是北海道支持单体。单体现在呢就在北海道的岩内，后面呢是单体曾经介绍过的岩内神社。为什么会来这呢？主要是因为单体有一个一直没有实现的挑战，这一次呢想要趁着这个夏末初秋，把握机会，好好的来实现它一下。那岩内呢就是作为这个挑战的起点啦。重点是呢，在这个挑战当中，车中泊就是单体的一个住宿选项。所以趁着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单体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海道车中泊的基本攻略。好，车中泊顾名思义就是睡在车上，它有什么优点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用来作为长程移动的手段。是非常棒的，因为你不需要拘泥于你所选择的饭店它所在的位置，也不用担心是不是遇到逢年过节啊，这些饭店挤满了人，订都订不到之类的。车子走到哪，你就可以睡到哪，想走就走，想停就停，随心所欲，自由自在，非常适合北海道这种幅员广大、长途公路旅行的一种住宿方式。那实际上呢，如果大家有来过北海道旅行，你一定会听过道の駅。在道の駅呢，你应该就会发现，不管是夫妻、情侣、带着小孩的、带着宠物的，北海道人真的很喜欢车泊啊！只要看到路上的车，它的车上大概挂有窗帘的，90%这台车就是有在玩车中泊的。看了这么多，单体相信大家一定都有点跃跃欲试，可是又可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所以呢，单体今天就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车中泊的一些基本概念吧。车中泊呢，既然要睡在车上，究竟应该怎么睡呢？单体呢，大概把车中泊分成3种，以舒适度来区分3种睡觉方式。大家都知道，车子的前座啊，其实是可以往后放倒的，两边都是。所以呢，前座呢也是一个你可以用来睡觉的地方。但是呢，有睡过的人都知道，通常不会太舒服啦。所以呢，睡在前座是单体归类为车中泊最柯南的睡觉方式。那既然睡前座不行呢，聪明的人就把点子移到后座上面啦。好。基本的睡在后座呢，就是北海道啊，你看到大多数人车中泊应该会有的形式，就是我把我的后座整个打平，然后铺上床垫，整理好自己的道具，在后座呢做出一个自己的睡觉空间，不会去影响到前座的驾驶座。那这种大多数的车中泊太阳呢，其实是单体觉得正常啦，普通舒适。好，那最后一种呢，你可能常常会在休息站看到很大的一台车，在日本人他们叫做 HiS 啊，那他们会把车子的后座啊做基本的改装，上下分层，这样子呢，它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利用它的后座，做出一个睡觉空间加上置物空间，可能有的厉害的还可以做出炊事空间跟一点日常生活的空间哦。那这种改装自己车辆的方式，可以说是车中泊的一个终极形态，因为它改完，基本上整体的机能性啊，跟露营车已经相差无几了。对于我们如果是从海外来到日本观光的人来说，我想要车中泊，自然不可能选择第3种形态嘛，大多都是以第1种或第2种形态为主。不过呢，单体真的不太推荐大家去睡在前座，因为毕竟车中泊嘛，你就是想要长途的移动，你可能会有大量的时间会需要开车，请大家一定要保持最好的精神状态。所以呢，还是好好的帮自己腾出一个后座的空间，让自己舒服的在车子后面睡上一晚。单体也来带大家看一下。单体本身是怎么布置车中泊空间的？那我这个是以1人为基准去设计的。首先呢，是床的部分，这个蛋壳垫不仅露营好用，车中泊也非常的好用。基本上你只要铺1个到2个，看车子的平整度而定啊。
基本上你就可以睡得很舒服了。那上面这个呢，稍微把它折得厚一点呢，它也可以当做坐垫来使用。如果车子的本身平整度不太够的话，有时候还会携带这个，这个是露营用的空气床垫。那另外一侧呢，单体就会把它布置成置物空间啊。首先，冰箱是一定会带的，不过大家如果是从海外来观光的话，冰箱倒不一定是一个必需品啊。这边有一个收纳的一个整理箱，上面是完全平整的，所以有带电脑的人可以在上面使用电脑，在大自然中工作，这真的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啊。不过如果大家从海外来的话，建议啊就是用行李箱代替它的功能就可以了。这边有2个这种算是整理箱吧。那这个非常的方便，因为它可以折叠。如果大家有买类似的东西的话，也是非常容易就可以从海外装在行李箱里面带进来。这里有一个大的睡袋，那主要是晚上的时候呢，会再垫在蛋壳垫上面。因为这次会在露营场的关系，所以单体有携带了一些简单的个人的露营用具，小桌子、小椅子。通常单体会带1到2张。如果看到好看漂亮的风景，公路旅行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的停下来欣赏风景，喝杯咖啡。你可能会好奇，好好睡觉的时候要从哪里上去呢？基本上不会从后面啦，大概呢都会从侧门的地方，这里从这里移动上来，可以很轻松啦。不过也会跟每台车的设计大小不太一样，那可能会根据你拿到的车你要来调整一下你车中泊的一个摆设设计。那这个呢，也是单体觉得就是车泊算是蛮有趣的地方。你每拿到一台不同的车，好烫！你每拿到一台不同的车呢，你都能够发挥你自己的巧思，把车子的后面呢布置成你自己想要的舒适空间，这真的很好玩啊。其实相信大家常常看单体影片的人，应该就知道，Michino Eki 绝对是一个选项之一。但除了Michino Eki之外，在北海道其实还有2种地方可以车中泊，其中之一呢就是露营场或者是野营场，之二呢就是非常少部分的公园。这边呢也推荐一个网站给大家，叫做小啾，网址呢一样放在影片的说明栏当中。这个网站呢非常棒的，帮大家整理了所有北海道可以车泊地点。如果呢你有想要来北海道进行车中泊的体验，这个网站绝对就是你的好朋友，可以赶快上去玩一玩哦。另外呢，因为车中泊其实大众第一选择都会是道路休息站Michino Eki，所以呢以下这个 Kitano Michino Eki 里面网罗了所有的北海道道路休息站，即便你没有想要车中泊，这个道路休息站的全攻略指南也是非常适合你加到北海道的我的最爱当中。如果你是睡在Michino Eki道路休息站里面，那基本上呢你是不用花费任何1毛钱的。但如果你选择睡在野营场或是露营场的话，那可能就必须要遵守那个露营场的相关规定。通常车泊费用有的是跟露营的费用一样，有的会跟露营的费用不一样。北海道露营场真的是收费方式爸就看单体之前这个影片就知道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在露营场车泊的话，记得要先稍微的简单查询一下你想要车泊那个露营场的相关规定哦。如果有想要车中泊看过日本车泊影片的人，应该会发现那些日本 YouTuber 们真的非常爱在车上空调东西啊。所以呢，车中泊到底适不适合吹呢？单提个人的感觉，有2个因素要考量。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究竟是睡在哪里？如果呢，你今天呢选择车中泊的地点是公园或者是道路休息站的话，那其实单体就不太推荐你煮东西吃了。主要原因呢是，不管是公园还是道路休息站，基本上外面你只要一离开你的车子，这个周边呢都是不可以使用明火，也不可以炊食的。所以呢，你要煮，你就只能在你自己车上的这个狭小空间里面煮。那你不像那些日本人把自己车子后面
改装的是个小厨房一样的感觉。泡泡面、煮咖啡是可以啦，但如果你要弄个什么大餐料理哦，烤牛排，那如果你今天选择的车泊的地点呢是在野营场或者是露营场的话，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道路休息站跟公园啊，一般都不提供垃圾的回收，所以你煮完之后呢，会产生一大堆的垃圾。Nope。在露营场或者是野营场的话，大多数啊，只要有付钱的，即便是野营场不用付钱的，都有可能会提供垃圾的清运，或者是有垃圾桶，在垃圾的处理上相对就会比较方便。要不要煮这件事啊？如果呢你是那种长程的公路旅行，想要像单体的挑战一样杀遍北海道、环北海道一整圈的话，那其实你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在让你那边慢慢煮东西吃啦。便利商店跟超市会是大家的好朋友。毕竟车子的大小，大家可以开的车子大小是有限的，有4个人。那这边呢，也推荐一些哦，就是1到4人哦，各自适合的车泊车种给大家，让大家在租车的时候呢，可以好好考虑选择一下。这是一个大致上人数对应车子的一个车泊数据的参考啦。身高啊，对于你车型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像单提自己，身高1.74米，这时候这种这一台是Subaru的 Legacy， 它的长度呢大概跟我自己的车Toyota 实验塔差不多长，从头到脚呢就是一个非常刚刚好的状态。就是我睡觉头在那边的话呢，脚啊刚好就会抵到车门的这个最尾巴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的身高呢超过1.75米的话，像实验塔这种车可能对你来说就有点太小了，建议要再租大一点的，你车泊睡起来才会比较舒服一些。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灯啊，因为在北海道晚上啊，不管你是睡在米基诺 Eki 还是睡在野营场，其实都非常的暗，所以呢，你如果要在车子里面还要做一些事情，不是单纯只有睡觉的话，那灯光呢对你来说就非常重要。尤其如果你睡在野营场的话，你要去上厕所或者是去盥洗之类的，其实都会蛮需要用到灯的。这个东西呢，可以说是整个车泊晚上非常重要的物品。然后现在大多数的这种行动灯具啊，它通常呢也会兼顾行动电源的功能，所以多带几个不吃亏啊。好热啊！有时候很难想象白天这么热，但是晚上哦，气温降下去之后啊，你一开始可能不会觉得冷，因为车子还有热度，但一段时间，大概半夜2、3点之后呢，就感觉到一种冷气就会从车子的下面这样一直透上来。毛毯，其实单体不管是在北海道露营呢，还是车泊，大概都会带着一件毛毯在身上。尤其是如果你来的时间点已经过了盛夏，也就是过了欧蹦、盂兰盆节之后呢，其实晚上啊，多少都还是会冷的。虽然睡袋是够暖啊，但是睡起来没有毛毯这么爽。相信我，你只要试过一次。这东西在车泊的时候，其实单体也是觉得有一点重要的，那就是这个遮光帘。好，那这种遮光帘呢，为什么会单体会说重要呢？除了不要让外面的人随便就可以看到你在干嘛之外，另外一件事就是它可以有效的阻隔光线。车泊呢，大多数人会选择的点通常是道路休息站啊。那道路休息站啊，其实就是很多车子来来去去，他不会管你说这车可能在睡觉，我车子就不停它旁边，或者是我就不从它旁边经过。那晚上那么黑，经过一定要亮灯嘛，那个灯啊照进来，你可能原本睡得正好，马上就被照醒。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遮光帘呢，尤其是在你睡觉头的位置附近，让灯光不要直射到你。其实单体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不过从台湾带这东西来，说实在也太蠢了。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在北海道有那种像是 DCM、Homemark 或者是大创都有卖这种类似的遮光帘。
一个都不贵啦，大家可以买着顶着用。如果整个车博结束之后，它还好好的，还没有坏，带回台湾当做纪念品也不错啊。好，那看完今天的影片，相信大家对于车中泊应该都稍微有一点认识了。大家是不是也跃跃欲试这项北海道人非常喜欢也很热门的一个旅游方式呢？当然，单体这趟挑战都是用车中泊的方式来完成的，所以呢，过程中除了今天的基本攻略之外，其实单体也会分享一些有一点点必须的车中泊选配小物给大家参考。好啦，那其实夏末初秋真的是北海道车泊最好的一个季节。在下个影片来临之前，不妨大家猜猜看，岩内在北海道的什么地方？单体选择这边作为起点，是要做什么样的挑战呢？我是北海道之单体，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希望对每个想要来到北海道的旅人都能够有所帮助。那我就要开始出发挑战这一趟特殊的旅程喽，拜拜。会员宣传时间，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币下面吗？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请喝咖啡，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放心，绝对不会爆炸，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